瑞士联邦委员会发了个声明，说是要冻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还有他身边一帮人的资产，而且这一冻就是4年。那很多人一看这个新闻吧，这第一反应是啥呢？委内瑞拉马杜罗美国人的眼中钉嘛，被制裁太正常了。你要是这么想呢，那你可就太天真了这哪是简单的制裁啊，这简直就是金融界的打劫现场直播呀！你想想瑞士那是什么地方呢？咱们老百姓印象里那是世界花园呀，那是永久中立国呀。多少这个好莱坞的大片里那些什么江洋大盗啦，那些顶级富豪啦，最后退路是哪儿呢？那肯定是一张瑞士银行的本票。瑞士银行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绝对安全，绝对保密，老子谁也不怕，谁的账也不买，我就认钱，我就认客户。这套词儿那可是忽悠了全世界100多年啊！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个事儿，冻结马杜罗资产，这说明啥呢？说明那个什么所谓的安全港其实就是个猪圈，平时好吃好喝的把你给供着，那是在养猪，等到哪一天世道乱了，或者那个最大的屠夫把这刀递过来了，他立马就变脸了，把猪杀了吃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正义这就是瑞士金融业传承了上百年的祖传手艺，专业术语叫合规冻结。用咱们的话说这叫趁火打劫，这叫吃绝户这哪是银行呀，这就是披着西装的土匪屋咱们先说这个永久中立的招牌这可是瑞士的命根子呀，也是他能在那边黑白通吃最大的本钱我也不跟你翻太远的老黄历咱们就看看这几年的事儿。你还记得2022年吧？俄乌那边刚一干起来咱们这瑞士怎么着？嘿，那反应速度比咱们抢红包都快2月打仗，瑞士那边立马就跳出来，我不中立了我要跟大哥走，欧盟制裁谁我就制裁谁。哎呦喂，当时全世界都惊着了呀！大哥，你不是永久中立吗？这永久2个字在你这儿是不是有什么歧义紧接着81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咔嚓一下冻结了。这个动作那叫一个熟练显然平时没少练但这个事儿吧，它最逗的还在后头。到了2023年的3月瑞士一看坏了呀，这个戏演过了好多大客户都吓跑了，钱都往外转，这可不行于是呢，这个瑞士政府那是厚着脸皮出来开发布会庄严的宣布我们将恢复永久中立国的身份。嘿，你猜怎么着这个誓言还没有发热乎呢，仅仅是过了6天就6天，3月29号，瑞士又改口了不行不行，大哥那个眼神太吓人了，我还是中立不了吧，咱们继续制裁俄罗斯。你听听这是个国家吗？这简直就是个墙头草这永久中立4个字在这个瑞士人嘴里那就跟那声控灯似的，美国人咳嗽一声呢，灯亮了，美国人一瞪眼，灯灭了。咱们对比一下这个历史那才叫一个讽刺。当年2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的德国坦克横扫欧洲那个冰封都指着瑞士的鼻子底下了。那个时候瑞士怎么没说我要放弃中立，我要制裁纳粹？那个时候他怎么没有把希特勒的资产给冻结啦？相反那个时候瑞士跟这个纳粹德国那是眉来眼去打得火热。这说明在瑞士这杆秤上没有什么正义，没有什么公理，只有2样东西最重，一个呢是强权的拳头，另外一个呢是金灿灿的利益。他的中立系统那就是全自动智能切换的。当他觉得你不行啦，或者说他的大哥觉得你不行啦，他那个安全门立马就变成鬼门关。所以说瑞士银行对马杜罗下手那太正常了这是他们的肌肉记忆是他们的生存本能。2战那会儿瑞士说是中立其实那就是纳粹德国的洗钱中心后来的历史档案解密还有无数的调查都证实了，瑞士央行经手了纳粹德国3%的黄金交易。这黄金哪来的？是德国人辛苦挖出来的吗？屁那是抢来的，是从被占领国家的国库里搬出来的，是从无数犹太人家里面搜刮出来的。甚至咱们说的恶心一点，那是从集中营的毒气室里从死人嘴里面敲下来的金牙，从手上撸下来的金戒指融化了铸成金条，上面可能还带着血丝呢，就被送到瑞士。这瑞士银行家知不知道这个金子不干净呢？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他们嫌赚钱烫手吗？不嫌哦，他们是照单全收，帮着纳粹洗白，变成瑞士法郎，变成外汇，让德国人再去买石油、买钢铁、造炮弹，回来炸盟军、炸苏联，甚至炸咱们中国人的盟友。这还不算完啊，最缺德、最丧尽天良的事儿还发生在战后。那仗打完了，德国投降了，好多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啊，那都是家破人亡呀。他们手里面可能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或者说这个脑子里啊记着个父辈临死前说的一串账号。孩子啊，咱们家在这个瑞士银行啊存了救命钱，那是咱们家族最后的希望，你去把它给取出来，好好过日子。哎，你想想那个场景啊，一个衣衫褴褛的幸存者，满怀希望呢走进了苏黎世那些富丽堂皇的银行大厅，结果呢，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呢？是银行经理那张冰冷傲慢就像花干岩一样的脸。银行说：哦，要取钱啊，行啊，按规矩办事，请出示开户人的死亡证明。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开户人死哪儿了？死在毒气室里了，死在乱葬岗里了。这纳粹杀人的时候还给你开死亡证明，还给你盖个章，说证明某某于今日被处决了。这幸存者肯定拿不出来啊。拿不出来，那对不起哦，根据瑞士的银行保密法，我们不能透露客户信息，这个钱你不能动，这就叫死无对证。瑞士银行呢，就用这种看似合规、看似严谨的法律流氓手段，硬生生把那些孤魂野鬼的救命钱给吞了。这一吞啊，就是半个世纪啊。那这钱哪儿去了呢？成了瑞士银行账面上无人认领的死账。最后呢，都变成他们的利润啊，变成他们分红的香槟，变成他们苏黎世湖畔的别墅。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啊，那实在是美国那边犹太人势力大呀，施压太狠了。这瑞士呢，才不情不愿的吐出来了一点点，搞了个什么赔偿基金，12.5亿美元。但是跟他们吞下去的相比啊，那就是九牛一毛啊！而且啊，那是犹太人有组织啊，有美国撑腰啊。那些没有强大后台呢，那些什么东欧的、亚洲的受害者呢，他们的钱啊，早就烂在瑞士银行的肚子里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瑞士银行的真面目呀！平时呢像个管家，乱世像个强盗，事后呢像个无赖。那回到今天这个新闻啊，瑞士冻结马杜罗的资产，你现在再看，是不是觉得这个味儿就不对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正义的审判哦，这就是一次精心算计的提前收割呀！咱们来看这个时间点选的有多贼哦。马杜罗现在这个日子好过吗？不好过，国内通胀，国外制裁，美国那边是天天喊着要换了他呀。哎，这个时候呢，马杜罗就是个软柿子。瑞士这个时候出手，阻力是最小的，理由是最冠冕堂皇的。那有人就要问了啊，哎，冻结了是不是就充公了？嘿，这里面的门道可是多了去了啊！瑞士人精着呢呀，他们叫冻结，不叫没收，这两个字儿差别可是大了去了啊！没收呢是一锤子买卖，钱归国库了，但是冻结呢，就是说这个钱呢还在银行账上，但是你马杜罗不能动，谁能动呢？银行能动。哎，这笔钱呢就变成一个僵尸资产啊！在这4年里啊，甚至未来的10几年里啊，这笔钱得有人管理吧，得有人维护吧。瑞士的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啊、资产管理公司啊，那都像文件学的苍蝇一样围了上去啊！哎呀，这笔钱涉及复杂的国际法律，我们要进行合规审查，啪，收你一笔天价咨询费。哎呀，这笔钱需要进行风险对冲，防止贬值，啪，又收你一笔管理费。哎呀，这笔钱啊，有人来打官司，我们要应诉，啪，收你一笔诉讼费。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把一只肥羊呢寄养在他们家，他们不杀这只羊啊，但是天天薅羊毛，还要收你寄养费。等过了10年8年呢，你再去领这只羊，发现这个羊早收没了，光剩下一堆账单，搞不好你还欠他们钱呢。而且吧，这笔钱还有一个大用处啊，当筹码。大哥，你看这个钱在我手里面，你想让我怎么配合呢？哎，咱是不是得谈一下瑞士医药公司啊在你们那边的关税问题啊？哎，那个谁哦，你想拿回这笔钱啊？行啊，把你国内那个金矿的开采权给我们瑞士公司呗。这就是肉票啊，先把这个肉叼回自己洞里面，至于最后啊是慢慢吃掉，还是用来换别的猎物啊，主动权呢全在他们手里面。这套玩法他们玩的是太溜了啊，简直就是艺术。咱们再往深了聊聊啊，瑞士冻结马杜罗依据的是啥呢？说是依据这个国际法，依据人权。哎，那我得问了啊，这个法呢是哪家的法呀？这个理是哪家的理啊？咱们打个比方啊，哎，如果是这个委内瑞拉法院啊判决说美国某个高官犯法了，这个瑞士他会冻结那个美国高官在瑞士的资产吗？
别逗了，瑞士银行估计会立马报警，说委内瑞拉是恐怖主义。咱们再看个现成的例子啊，孟晚舟事件。当年这个美国支持加拿大，公然在机场绑架咱们中国企业的 CFO， 这是什么行为呢？这是赤裸裸的国家绑架呀，这是严重的违反国际法呀，这是对人权的践踏。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正义的中立的瑞士在哪儿呢？你按理说啊，美国和这个加拿大这个事儿干得这么脏，主导这个事的美国政客、加拿大官员是不是应该被制裁？他们在这个瑞士的资产是不是应该被冻结？咱们听到哪怕一点屁响了没有？没有。瑞士那个时候啊，就是个聋子，是个瞎子。不仅不冻结，瑞士银行呢还要把这些美国权贵啊封为上宾，给他们开这个 VIP 通道，请他们喝最好的咖啡。哎喂，这就说明啊，这下这就算是彻底扯下来了。瑞士金融体系遵循的那个法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普世公平的国际法，那就是一本美国利益服务指南。它的那个什么合规部啊，其实就是个政治战队部呀。它的算法很简单，就一行代码。如果是美国的朋友呢，那就是优质客户，哪怕这个钱啊是贩毒来的、贪污来的，只要美国不说话啊，那就是隐私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是美国的敌人，那就是高风险客户啊，哪怕这个钱呢是你卖石油一桶一桶赚来的血汗钱，那也是黑钱，必须冻结。所以这个所谓的合规啊，就是个笑话呀，它就是看人下菜碟的政治工具。那聊到这儿吧，很多人可能会说，嗨，我就是个老百姓啊，兜里面就那俩钢镚，也不去瑞士存钱，这马杜罗被冻结关我啥事呢？各位，这个事吧，关乎咱们的认知呀。你说这么多年啊，咱被这个西方那些宣传洗脑洗得太厉害了，什么契约精神啦，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啦，什么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啦。瑞士这个事儿吧，它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把咱们给抽醒了。在这个世界上啊，只要跟这个复杂的国际政治沾上边儿，没有什么财产是绝对安全的，也没有什么神话是破不了的。这瑞士银行呢，它就像是一只盘旋在全球上空的老秃鹫啊，它的眼神好着呢，就专门盯着哪里有动荡，哪里有危机，哪里打仗了，哪里政变了，哪里的富豪要跑路了，它就兴奋了。他先用安全港这个大幌子啊，把全世界的钱都骗进来，来吧来吧，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最安全，没人能动你的钱。那等到这个人进去了，钱进去了，门一关，锁一落，等到外面风云突变，或者他的大哥一声令下，他立马就撕下面具，露出那一嘴獠牙。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啊，什么客户是上帝啊，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只待宰的肥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吧，这个事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迷信那些被过度包装的外国月亮，别总觉得把这个钱转出去啊，换个身份就有了免死金牌。你看看俄罗斯那帮寡头啊，以前多狂呀，在这个伦敦买球队，在这个瑞士买城堡的。俄乌冲突一爆发，结果呢，被西方收割的连裤衩子都不剩，游艇被扣了，房子被封了，账户被冻了。这会儿他们想哭都找不着坟头，只有国家的腰杆子硬了，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才能真正安全。要是像这个委内瑞拉那样子啊，国家弱了，被人欺负了，那你存在哪儿都没用啊，人家想怎么捏你就怎么捏你。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一起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